有缘人，如果我说人世间所有的问题，什么事业失败、贫穷负债、婚姻不幸、子女不孝、健康疾病，包括当下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冲突、战争、暴力、伤害等等灾难，基本上都是由于个人的小我和集体小我的意识所带来的结果。你会认同吗？首先我想说明一下，这个视频不一定让你觉醒，因为觉醒的本质就是智慧的觉醒，没有智慧就不存在觉醒。但是如果你读懂了这个接下来的内容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从此开始走向正确的觉醒之路。醒过来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任务。什么是觉醒？从字面上理解，觉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睡觉的觉，一个是觉知的觉。睡觉的觉意思就是睡着了要醒来，所以有一种说法是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带着之前未完成的功课，带着进化升级的使命而来的。但是来的时候，我们在穿过大气层时，被抹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，然后开始闭卷考试。地球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虚拟现实游戏通关考场，而人生各种各样的关卡、功课、配角、道具，都是为了让你醒来，读懂自己，升级自己，闯关成功的。当然，这种说法太虚空，无法论证。我更愿意从现实的角度给你去解释人为什么要觉醒。有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那一些极个别祖上积德深厚，之前完成的功课很圆满，拿到的先天剧本特别的好，这一次是带着使命而来的，一生都会被各种各样的人事物境不停地滋养和帮助，属于生而知之的天才，天生就知道怎么正确地活着，一生都会平安喜乐。除了这样极少数的人之外，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，99%的人如果没有醒来，没有在强大的本我觉照庇护之下，那一定都会在低维度的人生棋局里不停地挣扎，一定会遭遇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苦难和困境。所以觉醒的觉真正的含义就是觉知，觉察就是你觉察到自己的方向是错的，觉察到自己还不够好，觉察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是痛苦的。所以要醒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拥有觉知力就是觉醒的开始。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觉知力的，没有觉知力的人就像是一个一直被欺骗、被操纵、被封印的 NPC 而已。那什么是觉知力？觉知力就是一个人能够以本我、大我的高维视角、游戏视角、旁观者的视角来觉察照见，来判断、调整自己的念头、言行、身体能量、情绪、频率、业力、环境的能力。真正的觉知力，它是一种强大的自我觉察、自我审查、自我唤醒、自我调整的能力，是一种智慧。否则你即使是走错了路，你做错了事，你也不自知，更不知道怎么改变自己。如果把人生比喻作一架马车，身体就是马车，大脑就是车夫，自己就是乘客。而乘客上车之后，
看着一路的风景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于是车夫和乘客就失去了链接，迷了路。然后车夫就喧宾夺主，掌控了马车。但是车夫他也不知道去向哪里，只是根据自己过往的经验，被动地往前走，只是看是哪里对自己有利，就往哪条路走，完全是凭自己的过去经验和喜好在朝前走。随着马车不断地往前走，道路就会越来越崎岖，越来越坎坷，越来越难走。一路的颠簸都快把马车给颠散架了，把乘客也给颠醒了。这个过程就是你在经历磨难，也就是说磨难都是在为了唤醒你。那为什么说身体和大脑它都不代表你呢？那他们又是谁呢？其实你的大脑和身体，它们承载了很多东西，比如原生家庭的烙印、七大姑八大姨的声音、大众的集体意识、身体自身的欲望等等，一切经验记忆画面的总和。也就是说，你这副肉身载具就是低维的产物，它有自己的习气惯性原始爱好。如果你没有强大的觉知力，那你就会把身体、大脑、欲望、念头、情绪、习气等等小我当成是你，所以你就醒不过来。比如你看到了一个异性，感觉符合自己标准的，立刻就泛起了荷尔蒙，就有股冲动想拥有，然后还美名其曰的叫一见钟情。什么叫一见钟情？所谓的一见钟情，那只不过是见色起意罢了，那都是基因繁衍的需求，你只不过是基因的傀儡而已。但是还是有很多世人喜欢把欲望描绘成浪漫的爱情，只是多少人为此而赴汤蹈火。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是乔装打扮过的欲望，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错把欲望当爱情，并为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所以如果你不醒过来，你就犹如一个提线木偶，看似自由，实际犹如一个被囚禁在身体大脑牢笼里面的一个囚徒，被过去的潜意识软件系统，被消极负面的思维模式，被各种各样的小我操控着你的人生，被奴役着而不自知。那什么是小我？小我它包含你的肉身，包含了你还没有被你觉察到的各种各样的无名造作的念头，比如你的观念、想法、记忆、画面、情绪、业力、习气、信仰等等。小我的本质是什么？它就是自私自利的、懒惰贪婪的、恐惧匮乏的、悲观负面的、掌控受害的、对立分离的、追逐防备的等等。所以佛说众生皆苦，苦在哪里？其实就是苦在贪嗔痴慢疑，而贪嗔痴慢疑它就是小我最集中的特征，它只会让你不断地向外抓取评判投射，让你纠结过去，忧虑未来。它只会让你不断地去追逐财色名利、物质堆砌，寻求感官的刺激。它只会让你患得患失，情绪起伏不定，喜怒忧思悲恐惊。所以我们身体就是小我最大的产物，也是囚笼与束缚。所有堆积在意识、潜意识的一切信息印记，它都会在你的身体上反映出来。
我们许多为了身体的享受、享乐，拼命地超负荷地去赚钱、换车换房，其实都是无形中强化了小我。如果你这一生一直被小我控制，那最终的结局就是会不断地遭遇厄运和困境，会因为欲壑难填而陷入财务困境，关系破裂，甚至会精神崩溃，身体会慢慢地被拖垮。那小我它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小我就是动物本能的趋利避害，是基因繁衍生存本能的思维模式，是你身体自身的欲望，是你原生家庭的信念和灌输，是你日复一日累积形成的业力操纵，是你人际环境的能力浸染，是我们人类社会奖罚制度的产物，更是大众集体观念的洗脑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要醒来，因为醒来不给自己制造麻烦，也不给别人制造麻烦，不再沦为 NPC， 不再被自己的业力欲望情绪所裹挟，不再让小我指挥着你的身口意，再去招感和显化烦恼、痛苦、困境和苦难。那什么是本我？本我它就是清净安宁的富足感恩德利他奉献的，是带着使命而来度己度人的。总之本我它没有贪嗔痴慢疑，没有期待，没有掌控的，没有焦虑懊恼的，那些都是小我。小我它只会给你制造麻烦，制造伤害。这就是为什么儒家他要让你追求明德，道家他要让你回归元神，佛家他要让你追求自信，禅宗要让你明心见性，王阳明要让你自良知，心理学家要让你找回真我，哲学家要让你找回自己。其实这些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是让你看见自己，链接自己，回归那一个强大的本我。有句话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个神明其实就是你的灵魂本我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神明在看着自己，保护着自己，帮助着自己。只要你在本我的指引下说话做事，你就不会颠三倒四，制造祸端，你就是活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，你就在不断地滋养着自己，也在滋养着别人，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顺利。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？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把这个原理告诉了我们，比如相由心生，厚德载物，内外匹配，同频相吸，因果规律。其实这些都是揭示在无论是爱情、健康、人际关系、财富，都是取决于你内在的智慧、德行和福报。我往期的一个影片关于改变命运的底层原理就讲到过，你的心就是投影源，外在的世界就是投影幕，你的心是什么样的，投射出的外在世界它就是什么样的。你妻子爱不爱你，你的孩子孝不孝敬你，你的客户跟不跟你做生意，都是由他们的潜意识里储存的记忆画面来决定的。而他们的潜意识里储存的记忆画面，都是由你给他种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种子来决定的。所以你拥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心世界，
你就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现实世界。再反过来，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贪嗔痴慢疑、自私自利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他会有格局、有能量、有智慧去接纳和容纳别人吗？他会有格局、有能量、有智慧，主动地去推恩行善、利他、滋养别人吗？答案肯定是不会的，他只会把内在的底色投射在别人身上，继续造就恶业。他只会让自己身边的环境越来越糟糕，让自己越活越拧巴，越下坠。这就是所谓的你是谁，你就会遇见谁。你有什么样的频率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。你是哪一面，你就会激活外界的哪一面。你的世界，你的一切都是由你自己吸引和创造的。所以只有你维度高的时候，格局和心量大的时候，你的能量才能储存，你的资源才能储存。你心里容得越多，你可利用的资源就越广。一个人他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有很多人捧着他，支持他，希望他好。那别人为什么要捧你、支持你、希望你好呢？因为相信你。相信你什么呢？相信你的格局、你的人品、你的智慧、你的付出。所以人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人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。如果你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小我的危害，并且相信本我的强大，那么你就相当于是握住了幸福人生的钥匙。其实所谓的觉醒、开悟、悟后起修，就是要让你认清小我，清除小我，同时不断地为大本我，滋养本我，让本我浮现出来，主导你的生命。所以觉醒也分层级，一个人从懵懂无知到彻底觉醒，心智通常要经历6个阶段的蜕变。这6个阶段就像6级台阶，每上一级都会伴随着一次强烈的成长阵痛。有些人一生都卡在某一级，而有些人则凭借坚强的意志和敏锐的悟性最终登顶。来看看你走到了哪一步。第1个阶段，原始期。在这个阶段，人们的行为主要依赖本能和惯性，他们眼中看到的大多是别人的是非对错，而自己永远是对的。情绪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，上下起伏不定。原始期的人往往把大量时间花在无关紧要的新闻热点和八卦上，觉得这样做很正常。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很容易成为网络上的键盘侠，听风就是雨，喜欢争论。想要突破这个阶段，通常需要遇到一个狠狠伤害自己的人，最好是亲近的人，逼迫自己停下来，重新审视世界，反思自己的行为。第2个阶段，反思期。一旦开始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他人的错误，就进入了反思期。这时你的三观会重新调整，性格也会发生显著变化，你会变得更加内省，人性中的善良开始显现，不再轻易指责或苛求别人，而是尝试理解不同的观点，心胸和智慧逐渐开阔，
变得更善良、勤奋和真诚。然而，在这个阶段，最容易遇到的挑战是一堵无形的墙。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好人时，可能会遭遇无端的诽谤、冤枉或陷害，尤其是来自那些最亲近或曾经帮助过的人。这次经历是为了让你看清人性和社会的真实面貌。第3个阶段，内观期，能够承受住背叛并最终微笑面对的人会进入内观期。在这个阶段，你不再依赖他人，也不再将自己的未来和情绪寄托在任何人身上。你会收回自己的心，专注于自我。你会发现生活就像是一个单机游戏，周围的人都是 NPC， 非玩家角色，只有你自己是真实的。你不再随波逐流，摆脱了索取心、依赖性和追求认同的心理，独自前行。所有的行动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决定。在这个时期，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不被理解。大多数人都还在第1或第2阶段，包括许多亲人。当他们看到你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时，可能会用尖锐的语言刺痛你，说你怪异不合群或自私。面对这些责难，能够将忍耐转化为理解和宽容的人将继续前进，而那些拼命忍耐甚至发飙的人则会卡在这个阶段，无法进步。第4个阶段，护念期。在这个阶段，你开始深刻理解到人的情绪、行为和每件事的结果其实都是由心念决定的，因此你会特别在意保护好每一个念头，不让负面的想法影响自己。你会像站在高处用第3视角俯瞰自己一样，非常清醒地观察自己的情绪变化、念头起伏以及行为的原因。每一次情绪波动或念头闪现，你都一清二楚。你会发现，不仅对自己的前因后果了如指掌，甚至能一眼看穿身边人的来龙去脉。这种上帝视角让你看清真相和规律，摆脱世俗观念的束缚，体验到一种初步的大自在。第5个阶段，转折期。进入转折期后，你的感知力会大幅提升，对人、动植物和环境都会有更敏锐的感受。你的言行举止和外形都会发生显著变化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你会变得胸有成竹，面对任何事情都能坦然接受，不解释也不自证。你会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，创造力也会突飞猛进。很多知识和灵感就像是自动下载到了你的大脑里一样，突然间什么都明白了。然而，这个阶段也是最容易退转的，因为有些人会在这里产生傲气，从而失去了慈悲和谦虚。如果这样，不仅登顶的机会没了，还可能退转回到之前的几个阶段。老法师常说，开悟只是开始，而且很容易退转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最高级阶段，显化期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达到这里。在这个阶段，已达到了心无旁骛、正大光明的状态，内心充满着专注和能量。所谓心想事成，
就是形容这个阶段的能力，无论心里想什么，都能将其显化出来。这个阶段只能意会，难以言传，是一种极致的心灵境界。最后给你分享一段话，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唤醒你。如果爱不能唤醒你，那生命会用痛苦来唤醒你；如果痛苦不能唤醒你，那生命会用更大的痛苦来唤醒你；如果更大的痛苦不能唤醒你，那生命就会用失去唤醒你；如果失去不能唤醒你，那生命就会用更大的失去来唤醒你，包括失去生命的本身。总之，生命它会用生命的方式，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无止境地来唤醒你。生命会用生命的体验，在无尽的生死轮回里不停歇地来唤醒你，直到你醒来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觉醒开悟，愿你能早日开悟，悟到觉醒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